隔天一早，林浩起床后也没有叫大玉去了正在布置的拍卖会场。刚进去，上边不仅有天浩的介绍，还有兴隆水产的公司简介。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吗？大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。目前还没有，时间虽然紧，但准备得很充分，挺厉害的。这些易拉宝和宣传彩页居然这么快就排版印好。大玉翻了个白眼，你这脑回路，想一出是一出的，我们可不得跑断腿。这些是阿珂在京城这边印制的，快是快了，但成本可是平时的3倍，值了。林浩也就给了这2个字的评语。会场没啥好看的，旁边有一个大冰台，足有40米的长度，现在还没有上冰，正式开拍前会上冰，并将所有拍品放在上面，向竞拍者展示。倒是每个拍品摆放的位置倒是提前定下来了，也立了介绍的小牌牌。第一个就是黄唇鱼，介绍上写着鲈形目石首鱼科黄唇鱼属鱼类，属珍贵海鲜，因长期生于海底激流中，所以肉质紧实鲜嫩，口感爽口。最有价值的为其鱼胶，被誉为花胶之王，胶中孤品。这是谁编的？什么叫编？我和东哥一起商量着写的，都是事实好吧？林浩鄙夷地看了他一眼。我要不是昨天中午吃过黄唇鱼肉，我就信了。昨天中午他还真吃了。怎么说呢？本以为能产那么好胶的鱼，又和大黄鱼同属石首科，鱼肉肯定也很惊艳，但入口的那一刻他就失望到家了。鲜甜味比不上鲳鱼，就是比鲈鱼也不及，肉质粗糙，口感真的很一般。接着往下看，看到最后一个要拍卖的商品时，他都惊了。东哥怎么把这也带来了？拍品没摆上，但留着那么大的空档，还有标牌上清晰的写着黄带鱼3个字。标签下边的介绍更有意思，黄带鱼命名为黄，自有高贵之意，这是目前海洋中最长的硬骨鱼类，也是最接近于龙形的鱼。若是制作成标本陈设，自有镇宅招子之味。好嘛，就是一句不提这鱼难吃是吧？嘿嘿，东哥说了，这鱼在市里卖不出价，但在京城肯定稀奇。反正咱也没说假话，这要是做成标本多霸气啊！大玉，咱是为天浩打广告的，就这么避重就轻，怎么都有点忽悠的意思，总会有人感觉上当了。林浩严真意切地说道，不能为了抬高拍品的这点价格而本末倒置，忘却了这一趟最主要是为宣传天浩的目的。林浩叫来布置会场的服务员，给我拿2张卡片，再拿一支记号笔来。东西拿来之后，他接过趴在旁边的桌子上，略一沉吟，先写了一个黄唇鱼肉，较寻常鱼口感上佳，但因鱼太大，肉质略显粗糙，其贵在胶。想了想又补充道，花胶具有美容养颜、补肾益精、提升免疫力等作用，对女人产后风劲有奇效。你这不也在夸？我这是陈述事实。林浩对了他一句，接着又拿起另一张卡片写道，黄带鱼肉柴，微酸，纯粹食用，非上选。写完之后，将2张卡片各自放在之前卡片的旁边，齐活。上午还有其他的事吗？恰在此时，林浩的手机响了，一看来电，他笑道，这不是就来了？走吧，我俩一起带你看的明星。说完便接通电话，冰冰姐，我在酒店2楼。好的，我这就下来。范冰冰？怎么你喜欢？开玩笑，范冰冰矮，你不喜欢？电影手机里的5月演得太洒了。林浩微微一笑，范冰冰攻气十足，还真有很大一部分男人就喜欢这样的，更何况她的长相基本算是符合80%以上男性的审美，初代网红脸可不是白叫的。要见的是李冰冰，本以为大玉会失望，结果一见包厢，他就激动地喊道，哇，李冰冰，我超喜欢你的天下无贼，你演得太好了。林浩都有捂脸的冲动，你丫就不能矜持一点吗？默默拉开一点距离，很想和李冰冰说一句自己不认识她的。谢谢你的喜欢。林浩的目光则看向他身旁跟着的一个女人，与李冰冰差不多的打扮，长相和气质都很相近，至于年龄看不出谁大，反正应该相近。林总您好，我是李雪，冰冰的妹妹，也是她的经纪人。林浩恍然，怪不得像，原来是亲姐妹。林浩，这是我们天浩农业科技的总经理刘忠玉。介绍之后，双方落座。李雪的目光先是不着痕迹地打量了好几眼林浩，接着又转到刘忠玉的身上，心中还是蛮吃惊的。听姐姐说过林浩很年轻，没想到这么年轻。林总和刘总还真是年少有为。林浩淡淡一笑，从随身的包里拿出一份文件，递到了李冰冰的面前。2位先看一下，这是天浩的简介。见他如此动作，李雪大概猜到了他的心思，眉头微微一挑，便拿起打开，两人一起看了起来。我想请冰冰姐作为天浩的代言人，具体的费用和合同年限都可以商量。李冰冰正想答应，李雪却当先开口，林总，您这份资料说实话有点过于笼统了，这样我们是没办法直接签约的。您看这样行不行？如果您这边没有异议的话，我想和我姐实地去天晴看看，毕竟代言一个品牌，总要对双方都负责才行。应该的，那就扫踏相迎2位的到来。林浩又从包里拿出2张入场券。下午有个小型的拍卖会，都是一些海鲜，是天晴组织的
二位如果有时间的话，可以过来凑凑热闹。不等两人回复，林浩的手机响了，他说了句抱歉后便接起了电话。来了，我就在1楼的咖啡厅包厢内，你过来就是。电话挂断，他没有解释是谁，对面两人自然也不会开口问。李冰冰又提及请他吃饭的事，在漂亮国那次要谢谢你的，给个机会，中午一餐吃顿饭。我请吧，就在酒店的2楼就行。你还真有雅兴，大上午跑这来喝咖啡。看到里面有4人，而且是2男2女，于伐科明显一怔。李冰冰姐妹看向来人，李冰冰还在想来人是谁，因为她感觉有些眼熟，倒是她旁边的李雪一眼就认出了。于总您好，我是李雪，华谊兄弟的，这是我姐姐李冰冰。语气中5分尊敬5分恭维。于伐科轻哦一声，看向李冰冰道：我知道你演的独自等待是吧？都坐下吧，站着挡光。林浩见他们都站着，出口提醒。于伐科落座后，很自然地接过林浩倒来的一杯茶，一饮而尽，松了松领带。我说你俩下午不会就打算这么穿吧？我们又不是主角，你才是，穿的跟唱戏的似的，谁认识我是谁啊？大玉好笑地打趣道。损友都是损友。于伐科看向林浩吐槽道。大玉之前还不错，你看看才和你接触几个月都变成啥样了，你啊责任大了去。林浩没管他说什么，3人总不能老自顾自的玩笑，旁边还有2位女士呢。李经济怎么认识阿珂的？他不是很关心，纯粹是没话找话。于总可是我们京城有胸襟有气魄的企业家，听说这次奥运会一捐就是1个多亿，能赚钱又不爱，还这么年轻，在我们京城真是所有商界人士的楷模。没有说出是怎么认识的，逮到就是一阵的吹捧。于伐科笑了笑，一指林浩，他比我捐的也不少，你看这就是差距。我捐点款恨不得全京城人都知道，人家呢捐款估计他爹和他哥都不知道，这才是真正的心中无私。林浩一怔，这货咋知道自己捐款的事，自己爹和大哥都不知道的？李家姐妹的神情一愕，随即看向林浩，吃惊是不可避免的。现在的片酬还没有疯涨，1个多亿对于明星来说还是很多的。大玉，你在这陪一下2位女士，我找阿浩还有点事。于伐科交代完大玉，又看向李雪道：别急着走，中午赏个脸一起吃个饭，说来都不是外人，我也是天浩的股东之一。于伐科多精明，虽说林浩联系李冰冰他不知道，但进来看到人时差不多就猜到了。李家2姐妹听到天浩中还有于伐科的股份，皆是双眼一亮，这一层关系2人就在想怎么搭上呢？若是自己真代言了天浩的产品，这不就有了一层合作的关系？看似不算什么，但关系嘛，都是从认识到相熟的。不过李雪还是没有武断的答应，起身相送于林2人离开包厢。面对2位美女，一直还算活络的大玉突然不知该说什么，倒是李雪很是善解人意，主动挑起了话题。大玉也没怎么设防，所以没一会李雪就知道了3人的关系。这么说，天浩的投资过亿了？暂时还没有，不过接下来1、2年1个亿肯定是打不住的。阿浩是打算未来3年的投入在3个亿左右。听到这么多，李雪微微吃惊。林总是绝对控股？天浩的股份很简单，我占3%，还有这次同来的陈总占5%，阿珂占15%，剩下77%全是阿浩的。李雪犹豫了一下，又问道：刘总，冒昧的问一句，林总的主业到底是干什么的？不等大玉回复，李冰冰抢先道：我知道，这个我知道，他说他是个渔民，哈哈。大玉也笑了笑，点头道：他其实不是骗你们，他给自己的定位就是渔民。别看他现在亿万身家，只要不出去办事在家时，都会跟着船出海的，很辛苦。按他所说的话，大海是他的根，他就像一尾鱼一样，这辈子是离不开大海的。李雪一时之间不知该怎么说了，亿万身家的大老板，哪个不是整天攀关系，出入酒局，品茶谈项目？这一位倒好，没事就出海捕鱼，万一有危险了呢？大玉见话题又冷了下来，便说了句，起身上了趟卫生间。他刚走，李冰冰就迫不及待地问道：阿雪，林浩人挺不错的，虽然年轻但非常的沉稳，你咋还拿起枪来？很多人还盼不来这一层合作关系呢。李雪笑看了眼自己姐姐，要说这部分的智商，自己姐姐还真的没多少。我们去一趟林浩的老家，这本身就是加强彼此关系的一种方式，你明白吗？李冰冰老实摇头，李雪无语地翻了个白眼。你不用知道，放心吧，我会把这事办得漂漂亮亮的。话说林浩看你的眼神很干净啊。你还想他怎么看我？我可是你亲姐姐。就他的身家、长相、年纪，就算比我小，真要是能当我姐夫，我也就认了。李冰冰伸手就要去捂他的嘴。别乱说，他为人很正派的，在漂亮国时，邓女士也试探过他，他都没有接茬，更何况这是国内。该不会是弯的吧？李雪看了眼自己姐姐，说倾国倾城有些夸张，但肯定是算漂亮的。林浩年纪轻轻，身材那么好，说明也勤于锻炼，
这样的大小伙子就没一点其他的想法，好像也不正常。圈里的人见多了，大佬们看女人的眼神，他也见多了，都一个鸟德性。李冰冰正在说，却见大玉敲门再度走了进来，身边还跟着一个长相清秀的姑娘。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女朋友，她可是彬彬姐的影迷。现在粉丝一词已经普及，但没有几年后那么夸张。又闲聊几句，李雪假作无意问道：“刘总，你这还带着家人呢？林总是不是也带了女朋友过来？别告诉我，他那么优秀到现在还单着。”他都订婚了，好像年底就要结婚，他老婆在家有事要忙，所以这次没有跟着。你们要去天浩，到时肯定会见着的。于伐科带着林浩来到了5楼的一个房间，房间里居然有5、6个人。这些都是我聘请的科技精英，他们看过你说的那些功能方案，一直想见见你。林浩有些头疼，自己几斤几两自己清楚，跟这帮人聊天，估计2、3句就得漏气了。好在这帮人也没有太过为难他，大家讨论片刻，他们无非是问林浩是如何想的，还有什么更好的想法之类。差不多1个来小时，林浩说的口干舌燥。阿珂，中午了，我另一边还有客人呢。于伐科放过他，打了个电话给大玉，让他把客人带到之前安排的包厢内，陆续上菜。还真有一道黄唇鱼的剁椒鱼头。怎么没拿到湘菜馆？你尝尝，这里做的也蛮地道。这不忙吗？没时间过去。林浩又指着几道菜给3位女士介绍起来，都是自家渔船捕的，纯野生，你们尝尝。几千块1斤，就算买也得靠运气。大玉看似是说给自己女朋友听的，实则就是告诉李家姐妹，这一餐档次不是一般的高。说几千块1斤有些夸张，但要细追究也没毛病。就算他们自己要买，也得掏几千块1斤的价格买整尾的。于总、林总，不知道下午的会场还有座位吗？我这边还有几个朋友想来见识一下。李雪这是主动示好，打算叫来一部分自己的人脉撑撑场面。林浩看向于伐科，这是他不好自己拿主意的，毕竟今天来的人都是于家的人脉。于伐科笑着举起红酒杯，敬了一下李雪，这才道：“当然有，那就谢谢李经济了。”李雪得到肯定答复，告了声歉就出去打电话了。毕竟拍卖下午2点就开始，这会都12点多了，总要提前点通知，大家来这里还是需要时间的。至于他们会不会来，李雪一点不担心，只要说这是于伐科组的局，这帮人肯定会跑断腿的。圈内煤老板是凯子，这帮人时隐时现，没涨价时就看到他们活跃在娱乐圈中，寻求与女明星的深度合作；没降价时，他们又会缩身藏影。而真正的大资本如阿里、鹅厂这些还没有入圈，所以现在像于家这样的企业家才是圈中追捧的大佬。你怎么这么能吃？李冰冰见林浩都成第4碗了，很是吃惊。林浩看了眼一手可握的小碗，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这才哪到哪，也就发挥了3成的水准。太羡慕了，我只要稍稍多吃点主食，体重就会增加。你怎么吃这么多，身材还能维持得这么好？饭后闲聊，李冰冰再度郁闷地感慨道：“有些人喝2口西北风都能长半斤肉，而有些人胡吃海塞就是不胖，你说气人不？”休息片刻，时间差不多到了，大家相继地赶往会场。作为东道主和举办方，理应迎来客的。其实刚开始，于伐科的想法是把这次的拍卖委托给大拍行，比如说保利、嘉德这样的，但时间上根本来不及。这些大拍行动不动就是1、2个月的筹备期，他们这次的拍品虽是冰鲜，但也架不住这么长时间的耗，到时彻底变成冷冻食品，跟鲜字可就不沾边了。所以于伐科还是请了一个职业拍卖师，又好语相求了自己老子，这才在短时间联系人来捧场。他们到了没一会，便有人受邀而来，感谢金总捧场。于伐科与来人握手之后，又介绍起旁边的林浩，这位是林浩林总，天浩的大股东，我的合作伙伴。自然还要介绍一边的刘忠玉，天浩的直总。现在的牌面不大，但5年之后想来会大不一样吧。原本不当回事的金总立刻转换成笑脸，主动伸手。真是年少有为啊，跟你们和于总站一起，我就觉得自己该扫进垃圾堆了。正是因为年轻，才应该向前辈多学习。林浩说话的尺度把握得很好。参加的拍卖会不少，海鲜的还是第一个。林总，你是行家，说说主攻方向。林浩也拿过一个宣传彩页，指着上边的黄唇和毛长道：“拍下来后，找个好点的手艺人取胶，想来嫂子会喜欢。女人吃了有好处，美容养颜。当然，若是家里有孕妇，也可以备点。产中净正，产后调养都是极好的。”金总是京城人，从他的姓就能推断一点，应该是100年前遗老遗少的一支，很多改单姓都改成了金，所以他对海鲜真的不了解。现在听林浩的解说，他也并没有太往心里去。金总入场之后，林浩听着于伐科的介绍，知道自己没有猜错。现在还摆谱吗？敢摆，摆给谁看？还有人带他玩啊。不过老金人还不错，跟我爸关系挺好，经常交流藏品心得，也是个玩主。没再闲聊，因为又有人来了。
这次来的是个年轻人，居然穿着一身的迷彩服。柯子，你这越混越回去了。什么海鲜还要弄这假阵仗？打个电话，哥儿几个一分不就得了？咋的？怕我们吃白食？对，就怕你们吃白食，就你们那德性，还吃得少了。迷彩服原本一脸的魂不吝，见于伐科开队，他面上顿时浮现谄媚的笑容。柯哥，我的金鱼哥，咱哥几个一起玩，谁买单不是买是吧？梨儿是这么个理，但咋每次都变成我买单？我属驴的，好欺负是吧？行了，别扯淡，给你介绍个人，我兄弟林浩、刘忠玉，亲的给我照着点。得，49成有事哥们开口，我要是打一句半来，直接往嘴上抽。迷彩服说着，还将脸往林浩面前凑了凑，抬手在自己脸上拍了拍。宋瑶，你俩叫他瑶子就行。于伐科笑着介绍，我这瑶子可没小姐介绍。宋瑶哈哈大笑，似乎对这么一个不算好的称呼毫不在意。进去吧，有时间我带你一起去阿浩家玩。你不一直吵着要出海吗？他有好几艘船，从吊船到作业渔船都有。有，那可是我亲哥们浩子，你可得记着我点。进入拍卖之后，林浩觉得此行已经差不多结束了。至于能拍多少钱，他还真的不怎么在乎。浩子，这鱼味道咋样？瑶哥，弦子吃过吧？3刀的口感干香嫩滑，鱼味非常足，跟弦子的鲜甜有点像。咱那边老食客们说过一个口诀：鹦鹉嘴、斑马身、梅花鹿尾，3刀王，清蒸好，煎封可，干香鲜滑皆可尝。有，那倒是可以尝尝。说罢，他便举起了牌子。我说，你一个月的零花钱也就那么一点，够买一尾鱼的吗？没事，这不由你吗？我举牌你买单。宋瑶说的那叫一个理直气壮。这尾3刀的起拍价是888元，非常低了，算是开胃小菜。在林浩看来，这尾鱼超过1500块就没有性价比了。没成想才几口价，价格居然直接到了6000块。转瞬之间，他也想明白了。一方面这帮人是抱着捧场的心思，另一方面或许也有想着拔个头筹的想法。他还看到那个黄总也举牌了，叫的价格是8000块，不过很快就被另一桌超了，而且叫得很豪气，开口就是1万。那位是谁？于伐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了眼，姓童，港城中华厂商联合会的，目前在内地投资房产，和我爸挺熟的。林浩了然，港城人对于3刀那可是相当追捧的。1万块在场没人掏不起，但大家都是生意人，所有的东西都有内心认知的价值。一尾3刀鱼再往上抬也没必要了。接着拍的是一尾4斤多的金木雕，价格6800块拿下。那尾11斤多点的斗昌，则是被宋瑶以9000的价格收入。让林浩又一次没想到的是，那尾没啥价值的黄带鱼，居然引起了疯狂的竞价。原本多了10块1斤都卖不到的货，现在居然被叫到了8万多。就这还不算完，依旧有那几个人在竞相出价。突然有点心虚，不过细想又没什么，反正自己已经在标牌上写得很清楚，这玩意的肉不好吃。最终被那个来的比较早的金总以12万6的价格拿下。黄带鱼之前称过，重量是372斤，等于说每斤摊到了300多块钱，这价格也太恐怖了。又经过10多轮，剩下的全都是重头戏了。那尾重113斤的闽鱼被一个老板以43万的价格拍下，而126斤的毛长则拍出了92万的天价。最后那尾黄唇鱼竞价更为激烈，最终被渔夫以212万的价格从那个港城老板的手中夺得。历经2个多小时，拍卖结束。晚上9点多，送走所有人后，于伐科拿着小曾递过来的报表，跟着林浩来到了他的房间。没一会，陈东和大玉也过来了。小曾把账算了一下，钱呢，估计要明天才能全部到账，不过大部分都是熟人，不必担心。这次总共拍卖了511万，大头都是极尾大鱼创造的，这是农副产品交易，税这块就不用考虑了。我这边前后后的花销就算11万8，剩下的500万，明后天我会转到阿浩的账上。还是把于叔拍的那尾鱼剪掉吧，算是我孝敬他的。于伐科笑了笑，你自己和他说，我要跟他说，那是找骂呢。林浩也不再纠结，看向陈东，东哥，这次你按10个点提吧。再就是大玉，你有我啥事？我就是公费来玩的。林浩想了想，点头。行吧，你的就不算了，等天浩迈上正轨吧，到时我送你一套婚房，城市你来指定。你说的，我要在马尔代夫你也给你买个岛，让你当岛主去。林浩开了个玩笑，又看向于伐科，我开饭店的事你知道吧？于伐科心思一动，你的餐饮公司接受注资，你投2000万，我和东哥各让出10%的股份，京城这边可以考虑开展了。不
不过这边我不管事，全部由你来负责。20%的股份太少了，要不我投5000万，给我40%的份子。爱要不要？2成我都觉得多。行吧，就听你的。你啊，一点便宜都不让我占。于伐科没好气地吐槽了一句，随即将此事放一边，又问道：东哥和大玉都来了，那就别急着回去。明天我安排人陪你们在京城玩2天。对了，你的票明天一早小曾会送来。陈东无所谓，阿浩船上的货全部处理了，一些零散货自己爹在家收就行。大玉更不想明天就走，好不容易和自己女朋友聚一次，总得多腻歪2天。听林浩说没时间去家里，于伐科也不再逗留。他离开之后，陈东便问及林浩：你明天就回？我要去一趟东北，和人联系好的。有事？之前钓鱼比赛时认识2个东北的朋友，一直邀请我去玩，这次刚好有几天闲暇，我就过去看看。陈东知道林浩肯定还有其他的事，但见他不说，也就不再细问了。2人回了自己房间，林浩先给大哥跟阿和发了个信息，告诉他们这次拍卖的情况：500万，去除陈东的提成，还剩450万。他打算再留50万给大玉，至于怎么来给，他还没有想好。剩下的400万，有大哥跟阿和各2成的。看了眼时间，晚上10点多了，正在犹豫着要不要给张哥去电话，结果对方发了信息来，问他忙好没有。他当即拨了电话过去。哈哈，是忙完了，明天啥时候的飞机，我就在吉林等你。张哥，这次可真要麻烦你了。你就客气吧，快点过来。我跟你说，刚子也是明天的飞机，你俩或许还前后脚呢。又聊了几句，知道他们最终的目的地是叫抚松的地儿。对于东北，林浩很陌生，曾经的他也没去过一回，只知道东三省很大。挂了电话之后，他洗漱一番，躺床上复盘这次京城之行的收获。几百万的现金不算什么，最主要的是天浩也算是雏鸡出名了，就是不知道这事会不会有发酵。大玉，阿浩什么时候这么有钱了？东哥，她是你妹夫，你都不知道吗？阿浩是很有钱了，我也是今天才听阿珂说，他上次在京城一捐就是1个多亿。陈东吃惊，还在思考，又听大玉讲道：阿浩上次回国还和我说要我买漂亮国瑞丰的渔业销售公司2%股份，你知道瑞丰渔业公司的市值多少吗？陈东再次吃惊，微微发抖道：多少？目前市值6亿多美刀，换算成国内货币40多亿啊。瑞丰的股份也很简单，阿珂叔叔占2成，阿浩占4成，阿珂的占4成，相当阿浩的股份换算成国内货币20多亿了。你说他有没有钱？这还是我认识的穷小子林浩吗？我的妹夫现在怕是全市首富了。我的天啊，看来不能小看这妹夫了。对了，阿雪知道吗？他捐款的事和在国外办公司的事都没有听他提起过。我的天，要不是这次来京城，我都不是知道阿浩的事。东哥，你不要和阿浩说是我告诉你这些事的，要不这货会骂死人的，哈哈。放心，我当作不知道。2人不知不觉地聊到深夜，才各自休息。吃完早餐，他又跟陈东、大玉打过招呼，这才坐上车直奔机场。林总，您这边还有什么安排吗？航站楼前，小曾将他的行李提下车后问道，又指着一个小号的行李箱：这是您托于总帮买的礼物。谢谢你小曾，我这边没事了，下次记着跟阿珂一起去我家玩，到时我带你出海抓海鲜。好，谢谢林总。经历2个多小时的飞行，下午1点多，他抵达了全国唯一一个省市同名的城市。